那从它的全球的研究也发现了，像吃了这个肺纤维化的药物的病患呢，它的平均的寿命可以延长4到8年。保持镇静哈，保持平常心的，该做什么就去尽量去做。所以 mental 很重要 ，physical 很重要，再过来正念也很重要。越不出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越难走出去。大家可以去想象，我们手上如果受伤的时候会结疤，像这个白色的这个结疤会去做修补。所以呢，我们在肺部受伤的时候，我们肺部也会有一个修补的一个机制，会让肺部呢产生结疤，这个结疤就是肺纤维化。那我们今天提到的特发性肺纤维化，就是它是不明原因造成的，不是真的它没有造成的原因，是因为就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个医学条件里面呢，并没有办法具体的归咎于它是一种原因造成的肺纤维化。简单来讲，特发性肺纤维化就是一个不明原因造成的肺部反复的发炎、反复的修复，所以肺部里面就结痂、结疤，最后呢会让我们的肺部的功能丧失，无法做气体交换。那我们再给大家补充，到底谁容易产生特发性肺纤维化？好发的年龄大概就是60岁以上，或是50、60岁这样以上的人哦。那形成原因不明，跟遗传、病毒感染、空污、胃食道逆流有关。所以我们怎么去发现呢？就需要靠医师的理学检查。我们在问诊上会问到病人会有一些喘、咳嗽，而且是慢性的咳嗽跟喘的状况。第二个呢，这个暴露史呢有长期的胃食道逆流，有空气污染，有这个病毒的感染。再过来呢，比如说像有机溶剂的接触，这个都有可能。那在表现上呢，病人会出现咳嗽、有痰、会喘，而且是渐进性的，它的整个诊断呢，就需要靠电脑断层来做诊断。有没有一些治疗的方法来可以治疗这个特发性肺纤维化呢？目前在台湾呢，已经可以用健保去给付这些比较新的抗肺纤维化的药物。为什么要讲说是比较新的？因为过去传统这些疾病的病患都是用类固醇来治疗，但是我们知道类固醇这个长期吃会造成这个所谓全身性的不良反应。而且事实上也证明用类固醇对于这个特发性肺纤维化效果其实不好，所以病人吃一大堆类固醇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应。那经过2015年、2016年很多临床试验之后呢，目前在应该全世界呢有2大类的药物呢是可以用来治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最近才开始有这个治疗方法，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就现在很新的这些治疗方法，对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他们这些的病人的预后，在您来看啊，是比较积极的吗？好，那主持人问了一个相当好的问题啊，像台湾的全民健保虽然很好，但是永远有财务的考量哈，所以我们不会把这个药物花在没有治疗效益的身上。那确实呢，在目前已经经过最近3、4年，大概4年多来，开始在健保开始给付。那从它的全球的研究也发现了，像吃了这个肺纤维化的药物的病患呢，它的平均的寿命可以延长4到8年。为什么要讲4到8年？因为过去呢，特发性肺纤维化从诊断到死亡，平均大概就2年了。大家就觉得好像癌症很可怕。那事实上呢，特发性肺纤维化虽然它不是癌症，但是它的 behavior、它的 course、它的整个 progression， 那也不亚于我们传统知道像这个大肠癌啊、这个乳癌啊这些癌症哈。但肺癌还是最可怕的。但是特发性肺纤维化从诊断到死亡，过去我们在没有药物的时代呢，病患被诊断的时候，肺功能已经非常非常差了。那一旦他的一个感染，病患可能很快就进展到呼吸衰竭，就死亡。那现在因为有这样的药物可以去做这个使用跟给付，我现在手头上已经服药的病人最长已经有吃到第5年、第6年了，所以看起来治疗效果都还不错。很多观众朋友都会开始问哈，那我也有咳嗽啊，我有喘啊，那我是不是特发性肺纤维化哈？那我想就是整个呼吸道疾病的表现，喘啊、咳嗽是非常常见的表现。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病程的分析。如果您的咳嗽喘呢是在这1、2个礼拜内发生，而且很快就慢慢就缓解的，那大概跟呼吸道的感染症有关系哈。可是如果您的喘呢是已经持续2个月、3个月，甚至1年当中持续3个月以上，这样的慢性咳嗽、有痰、会喘，那大概有几类的疾病需要考虑哈。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抽烟，如果您有抽烟的话，有一个疾病叫肺阻塞，就是 COPD 这个疾病，它的表现呢也会造成慢性咳嗽、有痰、会喘。那第2类的疾病就是慢性的哮喘病，我们讲气喘，台湾讲气喘，那大陆讲哮喘。哮喘病呢也是一个慢性的呼吸道发炎，但是它的咳嗽跟喘呢会发生有季节性的变化。
而且呢，通常会有夜间咳嗽，咳到醒过来。好，那我们讲第3类就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喘啊，这个喘呢，它的持续时间可能就更久了，可能有时候有些到半年到1年以上，而且这种咳呢都是干咳哈，它不一定会有痰。在做运动的时候会发现，你如果稍微走有坡度的路呢，就会很喘。所以呢，有这些症状的患者，你一定不会知道到底你是肺阻塞还是气喘还是特发性肺纤维化。所以呢，这时候下一步就要找您的医师哈。那医师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他会问你有没有抽烟史，再过来呢会安排一个肺功能吐气的检查，再过来呢在理学检查里面呢，我刚才提到两侧双下肺有听到这种哗哗哗这一种像泡泡的音哈，这叫湿罗音，这样的话呢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几率就比较高。另外呢，我通常我在诊间我会看病人的手指哦。刚才有一个那个杵状指，您可以自我检查您的手指哈。如果你的手指呢，像这个已经在指尖哈，在我们靠近甲床这个地方已经增厚，而且呢整个都鼓起来，这个在特发性肺纤维化病人大概有26% 的病人会出现这一种很典型的这个表现哦。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的机会就比较高了哈。医师接下来就会做什么检查？我刚才提到 X 光片、肺功能跟肺部的电脑断层检查，才能有办法去做确诊。对付焦虑的，我会建议最大的3点哈，就是说应该说2大方面哈。第一大方面就是要学习镇静哈。那镇静的方法最重要就是练习深呼吸，好，用丹田呼吸，好。那学会镇静以后，我们就比较能够，即使喘不过气来以后，能够让自己比较能够静下心来，不会去操心怎么办啊？我呼吸不行啦，我喘不过气来啦哈，这样会可能让你的病情更加重。好，所以这是第一大点。然后第二个大点可能就是要练习要怎么样去面对解决方法。那建议3个要领哈。第一个要领就是看事情最好就是看着比较中立，好，不要太极端，好，不要把事情都想的是最不好的，好，试着用中立的方法来看事情。然后第二个要领就是积极的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哈，跟很多的医生合作啦，不同的医生合作啦，看书啦，跟找朋友啦，好，这是第二个要领。第3个要领就是试着好去接受好你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哈，就试着去用一个比较平静的心、平常的心解决问题，然后试着接受。胸腔科跟复健其实是息息相关。我们在台湾，我自己的patient目前大概有130几位肺纤维化的病患，那我们大概已经把肺复健变成我们的标准常规的一个 protocol 里面哈。那视他的这个肺部的状况这个严重程度不一，给予不同的复健的剂量。那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上肢的一个运动跟下肢的运动，这是所谓的比较有氧的运动。这类的病患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爆冲型的运动，是一个比较有氧的运动，例如说走路哈。那再过来呢，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到户外走，你在这个跑步机上走也可以，或者骑脚踏车。我们非常推荐骑脚踏车哈，因为这类的病患他膝关节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受伤，所以如果可以骑脚踏车，可以游泳。那这样的复健呢，对病患来讲是蛮重要的。那特别是如果他是吸烟的患者他可能有肺阻塞所以他的上肢的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呼吸肌横膈跟我们的呼吸的这个辅助肌都很重要，那他可以训练这些呼吸辅助肌，使我们病患呢在运动的时候呢，他喘促感会下降。那另外呢，也教大家，如果他有合并抽烟的病患呢，平常就应该要练习呼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吸1-2秒，然后长吐4秒，而且吐气的时候要像吹气一样这叫绝嘴式的吐气，可以把我们肺部里面这个已经塌掉的肺泡撑起来我刚才讲是肺纤维化合并这个肺阻塞的病患，这个都是可以提供大家的一个小技巧。所以有肺纤维化怎么样保养？第一个要先确定您的肺纤维化诊断是正确的我们刚才讲的是只有讲特发性肺纤维化。那事实上肺纤维化这一个 scope 里面呢，它包含像自体免疫造成的肺纤维化，像例如说这个 RA 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病这些自体免疫疾病，它也会造成肺纤维化。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定诊断您到底有没有肺纤维化。好，那如果确定诊断真的不幸是一个特发性肺纤维化，该怎么保养呢？
我们知道它的危险因子呢，第一个就 GERD 就是胃食道逆流，第二个呢就是像 EB virus 病毒的感染， HCV 就 C 型肝炎，再过来要回去问问看你有没有家族史，如果你也有家族史，你的祖父啊爷爷奶奶也有人得到肺纤维化，然后大概50-60岁就因为呼吸衰竭走掉的，那这时候呢一定要去做好保养。那这个保养有3件事情要进行，第一个尽量不要暴露在有机溶剂或是这个空气污染的环境当中，家里可能装空气滤清器，这个就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症状，要寻求胃肠科医师，让这个胃酸反复溢到肺部里面，刺激能够缓解。第三个呢，就是要预防它的感染。这个感染我刚才提到，打疫苗很重要，流感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我们在整个 IPF 呢，它有几个 stage， 第一个叫无症状期，那它产生 lung 的 micro injury， 肺部有受伤，但是这一次因为它肺功能还好，所以它不一定会有发现症状，但是一旦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就开始倒数计时了。那整个临床上分成3大类，一个叫快速恶化型，也就是说从它有症状到死亡大概就2年到3年的时间，这一群病人是最差而且最惨的。那有一群病人他的是 slow progression， 它是缓慢恶化型，但是这群病人最怕就遇到外来的事件产生急性恶化，例如说再得到一个新冠肺炎的感染，再得到一个流感，再得到一个肺炎，它可能就会进展到rapid progression， 就直接到死亡。那有一群呢是有抽烟的，合并肺气肿的，这一群病人虽然他不像 rapid progression 这么差，但是呢他的预后也不好，从有症状到死亡大概就是4到5年。所以如何在临床上找到这一群病人，快速给予治疗就很重要。那有好消息是，不管是哪一类的病人呢，目前用了新的 anti-fibrotic agent 呢，它的整个治疗的疗效都非常好，它可以缓解这个1半以上肺功能下降的速度。所以台湾的目前的医疗里面呢，除了医学中心像这个荣总、台大、长庚这种医学中心之外呢，我们也跟基层的医疗在联系跟合作。我们希望透过社区筛检的方式呢，早期筛出这些肺功能已经受损而且已经有症状的这个民众，让他早点去做就医跟治疗，能够挽救他所谓的平均余命，他的生命可以拉长，可以延长。民众最好是要能够这个 self management，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症状上会有喘的症状，而且这个咳嗽呢，咳了超过2个月了，这个都不是感冒。我们一般感冒咳嗽不会超过2个月，所以如果慢性咳嗽而且会喘，那下一步呢就要去检查自己的手如果有出现杵状指，那甚至呢你这个看了好多医生，这个咳嗽喘都没有好，那就要去找胸腔科的专科医师，所谓的肺科的医师。那肺科医师他的警觉性就更高了，因为他一定会做听诊，会听你的底下的有没有肺罗音，照一张 X 光片。如果 X 光片再过来症状是3个月以上，那再过来呢这个有肺罗音，接下来他会排肺功能检查。所以呢要自救之道呢，就是要不要轻忽了。我们很多患者呢，他就是咳嗽明明咳了2-3年了都不来看医生，那接下来真的被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喘，那甚至就要插管，这个都来不及了。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说，试着用比较平常心来面对每一件事情。当然是要小心要运动啊，或是说要尽量的保持良好的作息，这个都要继续的去做。那不要觉得说，哎呀，到外面去可能就比较容易感染啦，或是说一点都不出去也许你可以出去外面走走啦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啦可能就是去公园走走什么的那这样我会觉得说我们心情会比较轻松下来。如果一直都待在家里都不去做什么事情，就只是想说我这样子才能够顾我的肺的话我就觉得这样子不一定对你的肺是最好的。保持镇静保持平常心的，该做什么就去尽量去做，当然也不要太勉强。在某一个时候还是要试着走出去，即使去小公园或是你的后院走走也可以因为我会觉得说你越待在家里越不出去的时候，都只是靠家人朋友帮你做解决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越不出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越难走出去所以我觉得朋友的支持啊家人的关心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个人的就是身心灵3个部分的平衡。
所以 mental 很重要 ，physical 很重要，再过来正念也很重要，所以这个 mindset 一定要先正确。那另外身体跟心灵也是相对的，就是如果你很忧郁，在家里闭锁都不出去，那可能最后呢，这个心理的问题也会造成肺部的恶化。